这是尼康推出的第一台无反相机 Z6， 这是今年尼康推出的 Z6 2代。很多人都说它们区别不大，今天让我来告诉大家它们到底有什么不一样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Kelvin。在外观上面最明显的变化是这里还有这里。通过明年2月的固件更新，还可以支持 4K 60帧的拍摄。不过 Z6 2代的 4K 60帧是拥有 1.5 倍的裁切的。不过呢，改变当然不止这些啦。其实这次尼康呢还在很多细节地方提升了 Z6 2代的一些使用体验。当我们选择自动切换 EVF 和屏幕的时候，当屏幕向上提起来，有遮挡的时候都不会切换去 EVF， 而1代呢则会切换去 EVF。水平仪的样式改变了，2代更简单，不会遮挡构图。由于拥有这个双卡槽，所以呢这次菜单中增加了第2卡槽的功能，可以同时储存所有文件在2张卡，也可以选择1张卡是 Word， 1张卡是 JPEG。不过呢，在拍摄视频的时候，只可以储存在1张卡上。AF 区域模式也增加了宽区域 AF 人物和动物的人脸和人脸识别，自动区域 AF 也增加了人物和动物的人脸和人脸识别。视频设计菜单也同时进行了修改。间隔拍摄部分增加了每次在拍摄之前的对焦选项，开启或者关闭。对于拍摄延时，一般呢我们都会选择手动对焦，但是呢有些镜头并没有这个自动和手动对焦的切换拨片，那如今呢就可以直接在这里进行关闭，不需要在退出菜单上面进行设置。那还有呢，间隔拍摄呢，其实也非常适合用来自拍的。开启每一次拍摄之前对焦就非常适合用来自拍时候使用。之后的视频呢，我也会和大家分享一下我是如何使用间隔拍摄进行一些自拍的。间隔拍摄增加了这个自动曝光包围和延时摄影视频这个2个选项，这样子呢就可以自动生成一条延时摄影的视频了。同时呢，也会保存所有的 RAW 格式的照片。对于热爱拍摄这个延时视频的朋友来说呢，这个功能是可以无需后期，现场可以直接浏览延时拍摄，非常方便。定时视频呢，如今呢也改名为这个延时摄影视频了，同样也多了每次拍摄之前对焦的这个选项。焦距变化拍摄2代减少了轮廓增强堆叠的图像。拍摄视频菜单部分也增加了这个目标位置菜单，可以告诉你 CF 卡的卡槽和 SD 卡槽分别可以录制多长时间的视频。在1代的菜单中 ，A4 为自动区域 AF 人脸和眼部侦测，在2代中呢已经被移除了。在2代呢，只需要按下 I 按键之后，可以直接调出，更方便更易用。2代增加了这个扩展快门速度，这个模式必须在 M 手动挡才可以使用。快门速度不再限制于30秒，而是900秒。这样子长时间曝光呢就不需要使用快门线。1代中轮廓增强加亮显示现在更名为分值对焦辅助。自定义 I 菜单中增加了查看储存卡信息、主闪光灯选项、间隔拍摄、延时摄影视频、焦距变化拍摄、MB11 信息。视频部分 G1 菜单同时也加入了目标位置和 MB11 的信息。自定义控制按钮设定增加了静音拍摄、即时取景信息关闭，而这个即时取景信息关闭呢，在拍摄的时候呢，构图非常方便使用。视频部分同时也加入了实时取景器的这个信息关闭，增加了缩放开启和关闭，增加了反转环进行对焦，这样对于同时使用不同品牌的朋友，就可以按照自己的喜好，把自己这个变焦环的方向呢统一一下了。增加自定 MB11 按钮，可以设定手柄不同按钮的这个作用。设定菜单增加了保存对焦位置，这样子在拍摄的时候呢，就不会因为相机关闭还需要重新对焦。从 Z5 开始增加了这个像素映射功能。在外露部分呢，除了 N-Lock 还增加了 HLG 的选项。和 Z5 一样，增加了 USB 电力输送，打开之后可以使用最新的 EN-EL15C 电池，就可以使用充电宝供电了。如今还可以通过连接尼康的这个 SnapBridge App 进行这个固件更新，再不需要连接电脑来进行更新了。润色菜单中增加了单色选项，可以把照片调整成黑白、棕褐色、冷色调、
好了，以上就是1代和2代的主要区别了。这次的更新其实离开在很多细节地方进行了一些改进，在对焦方面呢，特别增加了这个视频的眼部对焦，还有照片和视频模式下的宽区域人脸和人眼识别。在我使用下来呢，我个人觉得还是有进步的，而且呢，使用起来也是非常的方便。我之前呢也发了好几个视频，比较了1代和2代的一些对焦区别。如果还没有观看的话，大家可以去看看。这次的2代呢，增加了双处理器。目前看来呢，拥有这个 3.12 固件版本的这个1代，对焦性能其实和我手上面的2代的工程样机呢，感觉非常接近。不过呢，我相信随着之后的正式版的推出，还有之后的固件更新呢，2代在各方面呢都会有更大的提升，特别是加入了 4K 60帧之后的固件更新，将会呢和1代拉开更大的差距。虽然这代并没有大家非常期待的翻转屏，还是没有内入 Analog，Progress 后的固件还需要付费更新。不过这次的发售价格却比1代的发售价格更低。总体来说，在万元价位的 Z6 2代继续保持着优秀的握持感和做工，不错的色彩、EVF 和屏幕，性价比呢还是挺高的。总结，如果你现在已经拥有了1代的 Z6，而且主要是进行普通的日常拍摄或者记录生活的话，那或许呢你未必需要进行升级，可以等待3代或者之后的推出的机型。那不过呢，如果你是专业摄影师，需要双卡机身，又或者呢需要使用 Z6 进行这个 4K 拍摄视频的话，那 Z6 2代或者 Z7 2代都是值得考虑的。那如果呢你现在使用尼康的单反相机，想换成无反相机的话，那或许现在就是不错的时机了。而且呢，现在尼康它已经拥有了16支高素质的 Z 卡口无反镜头。那到底是选择 Z6 2代还是 Z7 2代呢？其实我个人还在纠结中。等我之后有机会来到 Z7 2代的时候，我再和大家分享一下。请记住订阅我的频道哦。好了，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所有内容了。如果喜欢我这视频的话，请给我点赞、留言，还有分享出去。还有记住订阅我的频道哦。感谢大家收看，我们下期视频再见，拜拜。